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兔兔药师的频道。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写过一封信，叫做《给10年后的自己》？还记得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兴冲冲地写了这封信。虽然这封信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依稀能记得，希望10年后的自己能够有一段开花结果的感情，能够了解自己人生想要是什么，也能够不要忘记原本那个纯真的自己。我觉得人生就像是一场电影。唯独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彩排，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上演的那一个电影。10年前的我从来就没有想到会到美国读书，甚至留下来找到工作，认识新朋友，甚至在这边买房子。耶！今天第一天到新家，很开心的。今年的生日很不一样，尤其这一年以来，我有更多的机会跟自己做内心的对话，想想自己想要对这个社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也想想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是什么，也更加的有勇气来坚定的去做自己相信的事情。回顾这10年，我发现每一年都让我学到很宝贵的经验。20是人生中很精彩美丽的年华，是追求快乐的岁月，也是认识自己的一个旅程。在我继续踏上30的旅程之前，我要在此停顿，深呼吸，回头看一下20岁带给我的那一些启发。大学时期的我喜欢和很多不同领域的人交朋友，对于世界非常有好奇心的我，希望可以借由交到不同领域的朋友来更认识这个世界。其实广结善缘也是一个让你能成为更有趣的人的一个方法。大学时期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最主要也是尽情的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无论是参加网球社、美术社、弦乐团，甚至是舞蹈社，都能让我去探索我喜欢的兴趣是什么，也在经历中让我明白究竟是什么带给我最大的快乐。要半夜吗？半夜吗？研究所时期，我学会懂得自爱。唯有你自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你才有能力可以去照顾别人。照顾自己不只是身体，
还有心灵。身体是我们最基本要去打拼的一个资源。那心理上的自爱呢，包括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你是不是有把你自己的品牌形象建立起来？比方说你在大家眼里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事情交给他就对了这种可靠的伙伴？唯有懂得自爱，你才有力气去达到你的目标，而且你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在研究所，我还学会了主动找答案的能力。在研究所，我们是在解一个研究专题，但是这样子的方法用在人生上面是非常受用无穷的。我们每天可能会有非常多不同的问题，重点是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能自己找答案，并且分析它，然后得出个结果来，还是你总是需要依赖别人来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样选择？那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选择，或是过你的人生了呢？所以主动找答案的能力就非常的重要。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认为其实很多的资源都已经在那里了，只差在你有没有要去了解，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去跟相关的人事物接洽。我到美国矽谷这边来，更是有这样子的感觉。也就是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它是能被定义的一个问题，那它大概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那其实你就有机会能去解决它。最怕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或者是你有问题但是你完全没有发现，这个才是恐怖的。因为对于挑战以及能解决问题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在研究所时期也参加创业比赛，每周跟队友一起讨论，来创造一个公司，它可以解决我们发掘的问题。来到美国读我第二个研究所的时候，我学习到了敞开心胸、温柔的倾听，不要以自己狭隘的眼光去批判这个世界。我学会到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不能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评断每一个人的成就。这个时期的我，因为见了非常多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以及不同社经地位的人，让我更有开阔的心胸。就算是遇到一个可恶的人，我也会想他可能是有个可怜的故事。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带着狗出去遛到一半就遭对街的老太太大声的责骂他没有好好看管他的狗狗，说他要告他。他当下非常的愤怒，跟他理论了一番，而且这个怒气还带到了他之后的聚会上。这时我就安慰他，其实很多可恶之人必有他可怜之处，可能是这个老奶奶她之前真的有受过一些伤，所以她反应才会这么大。如果说没有事情发生，那就算了吧，不要一直惦记在你的心里，因为这只是影响到你自己的一个情绪，并不会帮助到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能一笑置之，并且不要将这些无谓的负能量加诸在自己身上，影响自己的生活。我也努力的去探索自己在感情上面到底是希望有什么样的人跟我一起共度下半生。当你交过一些朋友之后，你也会更加的领悟到你最在意的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对我而言，长得好看、有钱，那些可能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能一起成长，1+1大于2，并且能不断的激励对方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还记得刚进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教授看到我穿着一个牛仔裤，一个粉红色的外套，看起来像是个高中小女孩，跑到了大学研究所。他们在我毕业的时候很感慨地说，没想到我们的小女孩长大了。当然不光只是有外表穿着的部分，我还是很喜欢粉红色，还是有那么一个粉粉的小女孩在我心中，但是多的一份是独立成熟的智慧。到
到北加州工作之后，我学到的是真正的独立。我非常享受独立的时候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思想上的独立，就是当别人跟你讲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的对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应该相信他吗？然后统整各方不同的资料，来拟定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你是需要有自己思辨能力的。在 COVID 这个年度，我也参加了 Female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 一个沟通跟学习的平台，帮助所有在世界上各地在创业的女性。在几个月里面，我学到了非常多，也把一些策略运用到我目前在经营的自媒体上面。当你能环绕在一群非常积极向上的人身边的时候呢，你的冲劲就会特别多。我也去试想我想要的理想生活到底是什么？在 COVID 期间，我搬家了。我从离公司很近的一个家搬离到旧金山市区，离公司非常的远。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搬这么远，你去工作要怎么办？但是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一直去想我要怎么办，我今天就不会做这样子的选择。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我希望我可以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生活，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达到。比方说工作，我可能可以要求在家里工作，转换另外一个跑道，我可能也可以坐火车，虽然它非常的花时间，我应该是不会这样做。我也可以跟朋友一起 carpool 下去，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当你没有先去想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因为有所有种种的困难，加上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跟你讲说有哪些困难而放弃。如果我今天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话，我可能还是就待在我同一个地方，继续租着房子，但是可能并不是在一个我最想要的一个生活环境。再看 Tuscany 最后一眼，Tuscany 在这边住了3年，跳脱出框架来想。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想你要怎么样达到。这个也是我在 Stanford University 上课上到的 Disruptive Thinking。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很多的解决方法，重点就是在于你的思想有没有从原本的这个框架内的思想跳脱出来，去想更多的可能性。当你跳脱出来之后，你的眼界会变大，你的可能性会变多，你自然而然也能比较容易的去解决你的那些困难点。这个时期的我也学会怎么样安排人生的顺位。我觉得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不是名牌包，不是房子，是时间。因为老天很公平，每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就是24个小时。以前大学的我可能喜欢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那现在的我更会想要去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参加这个展览，不是走马看花的去看完了一个展览就结束，然后就打发掉今天的时间，而是去思考它更深层的意义，甚至是把这些东西能内化之后，转而可以分享给别人，那就变成我自己的一个部分了。这个时候的我学到，不光只是被动的去吸收知识，同时你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把这些知识转化成你自己的观点，甚至激起你的兴趣去延伸的阅读，或甚至是去研究。那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在做事情上面，我也会常常问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会把时间留给最重要的人事物上面。其实人都很喜欢把整数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去达到一些里程碑。但我认为，不管是20、23、29、30，甚至是31，最重要的都还是充实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每个今天都是明天的昨天，唯有过好每一天，我们才能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我也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希望我能在我继续成长的这段路程当中，继续的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月其实也接了蛮多的演讲的，希望可以持续的在我的兔兔药师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经验交流。也有好几个兔友在我的 IG 账号跟 YouTube 账号下面跟我留言，你们看到了我的影片之后觉得受到启发，这其实就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快乐来源之一，就是看到你们的回馈，所以我也会继续努力的经营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觉得能当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你喜欢影片的话，请按赞。不知道你们在20岁的年华当中学到了哪些非常重要的课题，请在下面的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我改天再来写个给自己40岁的一封信。希望大家都能过好你的每一天，然后让我们勇敢的继续往下走下去，创造更多的精彩的回忆。